我一心求死，却被拉入恐怖游戏，半个头的斧头鬼追我，我诚恳请求，你的斧头真好看，可以借我自己动手吗？长发鬼从画框里爬出来，我面露钦佩，你的发质真坚韧，可以送给我当吊绳吗？人皮女在我面前剥下皮囊，我直接鼓掌，你剥皮技术真好，可以把我也剥了吗？众鬼面面相觑，纷纷找大 boss 诉苦。他是一点不怕死啊，要不咱们先把他治愈了再杀。后来大 boss 无数只触手小心翼翼地紧拥着我，这样的拥抱可以温暖你吗？别死好不好？我刚站上30层楼顶，就接到经纪人沈昭的电话。方黎，我警告你，今晚出席的都是举足轻重的大佬，你要敢不来，就等着赔巨额违约金吧。这套说辞已经听过不止一次了，若我去了，便会沦为大佬们的玩物，随意亵玩。我早已厌倦了这样活着。见我沉默，沈昭再次威胁：你想清楚，你那些照片还在公司手上，你也不想这些照片流出去吧？我都要死了，还在意什么照片呢？以前的我还有唱歌梦想，害怕照片流出毁了星途，但如今这些都不重要了。就这样吧，我看着30层下的好风景，张开双臂一跃而下，并没有预料中的失重感，我似乎只是趔趄了一下，就听见了冰凉幽深的机械音。欢迎来到恐怖游戏副本森林鬼宅，玩家在该副本存活7天即为通关，现存玩家8人，难度等级 S 级，祝各位玩家死得愉快。我不由睁开眼，眼前不再是霓虹闪烁的城市夜景，布满迷雾的森林中，一座阴森的中式大宅渐渐浮现。与此同时，身后传来了痛苦的哀嚎。靠 S 级难度，从来没人在这个副本活下来过，这回凶多吉少了。这是哪里呀？我刚刚还在学校图书馆上自习，怎么突然到了这儿？我们都被拉入了恐怖游戏，如果在这里死亡，现实中也会死。原来我还没死，好累啊，难道还得再跳一次吗？你们也不必过于害怕，游戏里的鬼怪杀人都需要满足一些限定条件，如果不满足，鬼怪是无法杀人。什么条件啊？每个副本条件不一样，但既然这是 S 级副本，想必很容易触发被杀条件，大家都小心点。想死还得触发条件，真不容易。那个男人只有半个脑袋。学生妹话音落下，半个脑袋的斧头鬼狞笑着俯冲而来，周遭一阵惊叫，其他玩家作鸟兽散，只有我岿然不动。斧头鬼冲到我面前，高高举起斧头，却迟迟没有落下。你怎么一点都不害怕？斧头哥你好，请问一下，一会儿你劈我的时候可不可以腰斩啊？啥？我喜欢唱歌，不想破坏声带，要是像你一样没了半个脑袋，我怕我去了地府没法唱歌，所以冒昧请求，希望你能从腰部动手。坏了，这一定勾起了他伤心的回忆吧？没了半个脑袋很痛吧？现在还会痛吗？痛，可痛了，腰斩也痛，你不怕吗？比起腰斩的痛苦，我更害怕活着。你不杀我，是因为我没有触发限定条件吗？你看这样行不？你把条件告诉我，我照做，方便你快速解决我。你就这么想死？想。限制条件属于你们的机密吗？如果不方便告诉的话，你能不能把你的斧头借给我一会儿？你想干啥？我想自己动手，就是不知道这样人头还能不能算你身上。你是不是脑子有病？这么明显吗？我确实有点抑郁症，准确的说不是一点。最近我的症状愈发严重，几乎难以控制自己走向自毁。我看着他手中的斧头，越看越觉心动，那是死亡对我的诱惑。不知不觉我已忍不住举起手往他斧头上撞，然而什么事儿也没有。你没有触发条件，我和我的工具都杀不了你。你走吧，你如果真的一心求死，可以试试大宅里的其他鬼。我心头一滞，果然我真没用，就算到了恐怖游戏，也是被鬼推来推去，求生不能，求死亦不能。我拖着倦怠的双腿，慢吞吞走进那座中式大宅，从森林到宅院，一路都是血迹。原来方才那一会儿，已经有3个玩家被鬼杀了。触发条件原来是这么容易的事儿吗？为何我不行？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正厅，剩下的4个玩家看见我，惊讶不已。你居然还活着！我还活着，多么令人悲伤的事实！就连正厅的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饭菜，都无法勾起我的食欲。游戏里的饭菜有时候会被下毒，为了避免风险，我们每个人选1道菜吃1口，这样起码要确定3道菜是能吃的。下毒？被毒死？
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呢。不用，都我来吧。我坐下，拿起筷子，直接将桌上每一道菜都品尝一遍，看得其他人目瞪口呆。时间流逝，等我酒足饭饱，依然无事发生，其他人这才放心，坐下来狼吞虎咽往嘴里喂食。我放下碗筷，寸头男忽然凑上来问道：你是怎么知道饭菜无毒的？我看你挺厉害，要不然我们组队吧。他的手很重，几乎钳住我的肩膀，一瞬间我无法呼吸，仿佛回到那一个个被羞辱践踏的夜晚。我胸间稚闷的无法出声，像是有一把刀在我的喉间来来回回的游走，翻江倒海一般恶心。终于我忍不住将方才吃下的尽数吐在他身上。好恶心！对不起。寸头男叫嚷着蹦起来，看我的眼神染上厌恶。我早就应该习惯这样的目光，却还是忍不住心中一痛。寸头男骂骂咧咧起身，正想去整理衣物，却突然发现动弹不得。不光是他，在座所有人皆是如此。头发，我们被头发缠住了！餐厅的画像上有一位长发女人，不知什么时候开始，那长发女人的头发蔓延出画框，就像活着似的，沿着餐桌底部缠绕住我们的双腿。而那穿白裙的长发女人正一步一步爬出画框，其他人尖叫不已，可似乎叫得越厉害，长发女鬼的头发缠得越紧。难道触发被杀的条件是需要尖叫？于是我也叫，可我的声音有气无力，干巴巴的，实在没有气势，只叫了几声，长发鬼就忍不住转头瞪我。你跟着别人瞎叫什么？你的恐惧度是0，没有感觉就别瞎叫。是不是难听到你了？不好意思啊。我就是特别羡慕你，发质真好，好有韧劲儿，真适合用来当吊绳呀。我用来嘎人的头发，你不害怕也就算了，居然想用来当吊绳？或者你直接把我缠死也行。我刚刚已经吐过了，无论你缠得再紧，我都不会再吐的，你放心，绝对不会弄脏你的头发。长发女鬼无语了，她坐起身，拨开头发，上下打量我，似乎想看看跟她对话的究竟是个什么奇葩。我这才发现她有一张这样清秀的脸。你长得真好看。真的吗？以前我丈夫总说我不好看，让我用头发把脸遮一遮。怎么会？你是我见过最好看的女鬼。这一桌饭菜也是我做的呢，你觉得好吃吗？好吃，特别好吃。一回家就有温热美味的饭菜摆在桌上，我头一次体会到这种感觉。我是个孤儿，父母出车祸早逝，习惯了自己一个人生活。遇见困境，我无人倾诉，也无力抵挡。我是一个很懦弱的人，妄想用逃避忘记烦恼。我知道这样不对，可我找不到活下去的意义。无人爱我，我也无人可爱。在我的生命中，几乎没有感觉到过温暖的存在。但在这个恐怖游戏里，回家后热腾腾的饭菜竟让我感到了一丝归属。谢谢你的饭菜，我在人间没有弥补的遗憾，在这里补全了。那现在，你可以把你的头发送给我，让我当吊绳吗？不行的，你这样的人，我的头发杀不了你。这与斧头鬼的话如出一辙。我这样的人是怎样的人？曾经纷至沓来的辱骂和咒骂告诉我，我是一个肮脏的、龌龊的、不知羞耻的女人。或许真的是这样吧。像我这样肮脏的人，还是自我了断最好，不要脏了他们的手。我不再出声，沉默地离开了。既然无法依靠恐怖游戏的鬼怪去死，我决定自力更生。宅院里有很多房间，我们每人选了一间作为住处。我在洗澡的木桶里放满了温水，又从餐桌顺走一把叉子。叉子不比刀刃，但好歹能用。坐进木桶，我打算用叉子试试时，水里突然钻出个女人。这是个极美的女人，妩媚妖娆，风情万种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见她徒手抓住自己的天灵盖，像剥橘子似的，将自己的皮囊完完整整的剥了下来，露出里面的骷髅头。我看得瞠目结舌，我要有这技术，哪里还需要用叉子，直接上手就能成。你剥皮技术真好，看起来也不怎么痛，可以把我也剥了吗？你当真一点不怕？为什么他们每个鬼都要问我为何不怕？明明人类才是最危险的东西。我正想开口，冰冷的机械音再度在耳边响起。现存玩家人数2人，居然只剩2人了，我到底是哪里没做对？别这么看我，我也杀不了你。为什么？是大 boss 来了。一团浓郁的黑雾裹挟着强大的势压而来，无数触手在空中飞舞，其中一只触手还拎着个人，正是那个寸头男。
寸头男惊恐地睁大眼睛，下一瞬就被大 boss 出手捏爆。冰冷的机械音再度播报：现存玩家人数1人。为何最想死的人却活了下来？这回效率太低了啊！就这么几个人，现在还没杀完。我抬起头，看向恐怖游戏的大 boss， 俊朗的眉，高挺的鼻，冰蓝色的眼，脸庞透着棱角分明的冷峻。除了他身上的无数只触手，真可以称得上是美男子。这位我是真杀不了，其他鬼也试过了，都没法让他触犯条件。哦，是吗？大 boss 俯身而下，那双冰蓝色的眼睛盯着我，似乎在揣测我的斤两。你好，你是他们的 boss 吗？能不能麻烦你把所有鬼召集起来，看有没有能杀掉我的呀？你在侮辱我？不，相反，我非常仰慕你们。你们这里个个都是鬼才，说话又好听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。我相信，其中总有能够杀掉我的。你当真没有一点害怕？害怕，确实也是有的。我看你们的宅子很气派，如果我死在这里，会不会影响你们的房价呀？如果你们介意这个房价问题，我可以死在森林里，不给你们添麻烦。你看这样可以吗？你在恐怖游戏里跟我谈房价？宅子里每天死那么多人，多死你一个又算什么？那就好，既然这样，你们可以随意选择杀我的地点，我配合。大 boss 深吸一口气，似乎终于忍无可忍，他猛地张开所有触手，瞬间一股强烈的气流冲击着我的脸，似乎要把我的五官吹平。但我非常安详，大 boss 出手，我终于可以死了。我甚至感觉到无数触手缠绕上我的身体，或许大 boss 准备像捏爆寸头男一样，一手捏爆我，这样最好。我肮脏的身体不配留在这世上。我闭上眼，做好告别的准备，可这气流却越来越弱，最终归于平静。我困惑地睁开眼，正对上大 boss 气急败坏的脸。我跟你说过的，这女的可邪门儿，是真杀不了。再往窗外看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斧头鬼、长发鬼，还有一众其他鬼怪都来了。窗外黑压压飘了一群鬼，都在吃瓜看戏。大 boss 冰蓝色的眼睛一瞥，数只触手直接拆穿鬼墙，让偷窥的鬼无处遁形。愣着干什么？都给我过来！其他鬼怪吓得抖了抖，一个个蔫头耷脑的过来了。大 boss 如同领导训话：现在怎么办？要是不能把玩家全部杀完，奖金可就都没了。到时候我就只能去喝西北风了。那个，我需要回避一下吗？你回不回避都一样。都到这份上了，直接告诉你也无妨。在这个副本里，鬼怪杀掉玩家的限定条件就是玩家的恐惧值达到30以上。结果你呢？你的恐惧值大多平稳地保持在0，偶尔变动到10，居然是你在担心自己死不了。就你这样的，你就活呗，谁能活过你？怪不得其他玩家见到鬼怪越是惊慌，越是死得快。那我试试，看能不能让自己害怕一点。我瞪大眼睛，大口喘气，慌张后退，做出一副害怕的样子。恐惧值这个东西是装不出来的，你演戏也没用。那你看，我还能从哪些方面努力呢？我有一个想法。说。他现在恐惧值不达标，归根到底是因为他一心求死。既然这样，咱们不如先治愈他，让他舍不得死。而一个人一旦害怕死亡，恐惧值自然会上升。嘿嘿，到时候咱们杀掉他，不就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吗？有点道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长成像咱们这样丑陋的、异形的、冰冷的，还有满身触手的，怎么可能有能力治愈人类呢？鬼群陷入沉默，一片安静之中，我轻轻出声，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问题。长相与能否治愈他人并没有什么联系，更何况鬼有鬼的审美，人也有人的审美。或许在其他人眼里你们是可怕的，但在我眼里，你们比我接触的大部分人类要好得多。我害怕人类滚烫的体温，但每次触碰你们都是清爽冰凉的触觉，让我很安心。他人惧怕你们的冰冷，但于我而言恰好最安全。
我话音落下，满屋的鬼久久没有发声，不少鬼脸上浮现出可疑的红晕，像是动容和兴奋。在看我时，他们眼中竟荡漾着柔软的光，真奇怪，我居然在鬼怪眼中看见了柔软。大 boss 也是一愣，虽然他极力克制，但我看出来，他不由自主地冲我摇了摇他的触手，就像是小狗摇他的尾巴。你这个女人挺有意思的，我有点不想让你那么快死了，惬意让我看看他究竟为何一心求死。我还没来得及反应，便觉一阵天旋地转，晕了过去。我好像做了一个长长的梦，梦里我又回到了高中。沈昭和我待在厕所里，他看上去似乎很生气。你离季哥哥远一点，别总凑在他身边。你明明清楚，他是我看上的人。我没有。我委屈申辩，但他压根不听。这一切不过是因为他的心上人季伯晓在校园晚会上听了我唱歌，他当着沈昭的面夸我，这个女生长得漂亮，唱歌也好听，要是当歌手肯定爆火。沈昭无法忍受季伯晓眼中有别人，更何况是我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卑贱之人。他从此便记恨上我，拉着他的姐妹团处处针对我，刁难我，那些恶意像潮水般向我涌来，一切只不过是因为季伯晓的一句夸奖，可我又有什么错呢？后来我想明白了，沈昭不是真的担心我抢走季伯晓，他从始至终都觉得我不配，他只是需要一个发泄的工具，而我无依无靠，刚好撞在了他的枪口上。我忍耐着，跪行着，终于熬到高考后远走高飞。我考上心仪的音乐学院，又在大4那年收到了娱乐公司抛来的橄榄枝，对方说看中我的形象和歌声，想签我成为他们旗下的歌手，他们许诺会帮我出专辑，或许将来还有机会给我开演唱会。开演唱会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，我心动了。那时的我以为人生即将开启新的篇章，直到我签完合约，来到公司见经纪人，推开办公室的门，我看见了沈昭那如噩梦一般的脸，他明媚笑着，一副春风和煦的模样。方离，好久不见，没有你在身边的日子，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。不过好在今后我们又可以常常在一起。忘了自我介绍，我爸是这家娱乐公司的董事长，而我是你未来的经纪人。我浑身颤抖，痛苦的回忆再次袭来。沈昭却向我道歉，说过去对不住我，今后一定全力弥补，帮我实现梦想。霸凌者真的会悔悟吗？之后沈昭的确待我好了一阵，他不再对我动辄打骂，还在公司附近帮我租了个公寓，方便我录制唱片。我稍微放松了警惕，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时常莫名昏睡，醒来时下身疼痛异常，甚至伴随撕裂感。我猜到发生了什么，跑去质问沈昭，被我戳破，他也懒得再装，笑着拿出一沓照片。方离，你的身材果然不错，怪不得当初季伯晓被你迷住。瞧瞧这些姿势，多勾人！你还是跟高中时一样，是个不知廉耻的小人！我要解约，现在！你白纸黑字签下的巨额违约金，赔得起吗？我沉默了。当初签合同时，我对这个机会感激涕零，压根没发现这些巨大的坑。赔不起就乖乖听我的话，否则这些照片流出去，你这辈子的音乐梦就彻底毁了。我在浴室里一遍一遍清洗自己的身体，怎么都洗不干净，怎么都污浊不堪，而那支撑着我的音乐梦想，最后也被现实打败。我录制发行了多首单曲，但这些曲子全都石沉大海，淹没在网络的烟云中。沈昭说，这都是因为我能力太差，若不是他念着昔日同学情谊，像我这样的人根本不会有公司签约。这样的话听得多了，连我都开始怀疑自己，为什么没有人听我的歌？我当真如此差劲吗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觉得人间了无生趣，或许唯有死亡才是这一切的解脱。我闭上眼，从30层高楼一跃而下，强烈的失重感让我惊醒，睁开眼，床边竟围了一圈鬼怪，个个红着眼眶，欲言又止地看我。我竟从那一双双鬼怪的眼中读出了心疼。方离，对不起，未经允许，擅自读取了你的记忆。一个红身蓝翅的鬼怪向我道歉，他说他叫窃忆鬼，能够窃取人类内心深处的记忆，并且传输给其他鬼怪。看样子在场所有鬼怪都已经知晓我寻死的原因。我不由瑟缩了一下，对不起，我很脏吧？怎么会？肮脏的是那个沈昭，还有那些恶心的男人。boss， 你得给他做主啊！我回头才发现，
不知什么时候，大 boss 居然消失了，无影无踪。我低下头，那种无法抑制的自卑感再度袭上来。还不是因为你太脏了，别人多看你一眼都嫌恶心。一旦别人得知你做过的那些事儿，谁又愿意真正靠近你呢？这些反复输入在我脑海里的话再一次响起，可眼前鬼怪们关切的眼神又将那些话语一一屏退。或许你想要一个抱抱。许多鬼怪上前一一给我拥抱，还有一部分长相奇特的担心吓到我，怯怯地躲在后面。我也给他们拥抱，冰冷的体温却是最温暖的所在。谢谢你们，让我在这死气沉沉的世间头一次感受到不掺物质的善意。忽然一阵狂风伴着巨大的黑雾凶猛而至，是大 boss 回来了。他伸展着无数黝黑的触角，冰蓝眼眸带着肃杀之意。黑雾散去，才发现他的触角上挂着一个个人，那是多个面熟的男人，还有一个让我恨之入骨的女人。沈昭，没让你等太久吧？大 boss 转头看我时，眼中杀意褪去，竟沾染了些许温柔。我被这温柔弄得手足无措。你刚刚是去抓他们了？费了点时间，但也不算麻烦。被选中进入恐怖游戏 S 级副本的，通常都是罪大恶极之人，但你是个例外，因为你的进入名额是别人强行转给你的。这还能转？进入 S 级副本十有八九都会死。一些提前得知自己可能会进入游戏的人，会用一些阴损的招数转移名额，让别人替自己去死。所以我的名额是沈昭转给我的？没错，不过他不知道，就算转移的名额，我这个大 boss 也随时可以将恶棍满清之人拎入游戏。小梨子，我帮你处理掉这些人，你会开心一点吗？会。这样就好。这时，方才被吓破了胆的沈昭和大佬们也回过神来。曾经呼风唤雨的大佬们，如今被触手缠绕，依然不忘聒噪。你们是些什么东西？知道我是谁吗？放我走，否则……聒噪。大 boss 随即出手一拧，大佬的躯干便如烟花炸开，紧接着一簇又一簇的红色烟花炸开，每一簇烟花都是一个曾经欺凌过我的男人。沈昭吓得浑身哆嗦，大 boss 将他留在了最后。错了，你们抓错人了，进入恐怖游戏的不该是我。方离，你告诉他们该抓的是你。反正你那么脏，活着也没什么意思，还不如替我去死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此时此刻沈昭的恐惧值别说是30，估计连300都有了。老实交代，照片和合同在哪儿？都在我办公室的保险箱里，密码5739421680。你敢对我撒谎？我说实话，密码是真的，但在我的手机里，还有办公室最底层的带锁抽屉里，还有2份备份。抽屉钥匙藏在仙人的花盆里，这就是所有了，真的。是实话。那可以放了我吧，我是沈氏娱乐公司的大小姐，我不能死。要杀你们就杀方离，他贱命一条，死了也没人关心。的确没人关心，但他有我这样的鬼怪关心。还有我们！现在就让你口中烂命一条的人来主宰你的生死吧。我就想问你一句，我录制的那些单曲全部石沉大海，究竟是我的歌真不行，还是公司在背后使绊子？这当然，想好了再说。那些单曲公司全部给你限制了流通，没有花过1分钱的营销。我之前说已经砸了大钱营销，全都是骗你的。原来不是我不行，原来我并没有那么糟糕。那现在你可以放过我了吗？我转过头没有说话，大 boss 便懂了，触手一拧，最后一朵血色烟花绽开，
格外的灿烂、盛大、痛快淋漓。沈昭和那些男人的离开，就像是一望无际的黑暗被撕开了一条缝，光亮照了进来。那笼罩在我头顶久久不散的恐惧和痛苦，似乎都在那一朵朵血色烟花之间消解。将我拖进深渊里的恶魔终于不在了。谢谢。一句谢谢就完了？那你觉得怎样好？不如给我们唱首歌吧。一首哪够？干脆我们给你办一场演唱会吧。演唱会？我心心念念了许多的梦想，若不是因为这个梦想，我恐怕更早就支撑不住。我都没有登上过什么正儿八经的舞台，我真的可以吗？小梨子，我们说你行，你就一定行。在恐怖游戏里开演唱会，我怕是头一个。鬼怪们积极帮我宣传造势，通过各种英联网社交媒体平台将演唱会的消息铺开。他们在森林里帮我搭建了一个巨大的舞台，座位没有设置太多，因为大部分观众可以飘起来看。恐怖游戏里许久没有这样的娱乐活动了，许多其他副本的鬼怪闻讯纷纷赶来，森林的氛围像过节一样热闹。临开场前，我还有些不安，我真的可以吗？我从来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唱过歌，以前我甚至没什么活粉。不要有压力，在场的鬼怪都是死了的，绝不会有一个活粉。我说的活粉是指……我知道，小梨子，虽然我们不是你活着的粉丝，但我们可以是你活跃的粉丝。我被他逗笑，神奇地安定下来。进入恐怖游戏的第7天，演唱会开始了。舞台周围成千上万只鬼怪站着、坐着、吊着、飘着、倒立着，把森林占得满满当当。当我出现，四周爆发出排山倒海的尖叫声。这是头一次那么多人想要听我唱歌。曾经我以为不会再牵动的心，此刻因为激动疯狂跳动。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舞台。临时组成的鬼怪乐队在旁边为我伴奏《黑暗中的光》，这是我出的第1首单曲，也是我最满意的一首。对于其他恐怖游戏的玩家，这些鬼怪或许就是黑暗本身，但对于我来说，他们是将我从黑暗中拯救出来的光，劈开那密不透风让人窒息的夜，照亮我的生命。在我开口的那一刻，原本喧哗的森林瞬间安静下来，鬼怪们气氛感爆棚，随着音乐的旋律，在空气中挥舞着荧光棒，整个森林化为了我和鬼怪们的萤火之森。这是我从未见过的应援。恐怖游戏里的森林从未如此热闹，如此璀璨。一曲唱毕，台下的鬼怪们尖叫着叫我的名字，这一刻的幸福和满足难以用言语形容。我鼻子一酸，压抑已久的心终于明亮，原来我也可以这样被人爱着，原来我也配得上这样的幸福。我从未像此刻一般感受到活着的价值和意义。我扬起脸，看着这片属于我的萤火之森，光终究洒在了我身上，我也可以灿烂一场。我生命中的第1场演唱会完美落幕了，而这一天也是森林鬼宅副本的最后一天。小梨子，现在你还想死吗？不了。在这个死气沉沉的恐怖世界，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生机。大 boss， 你们做到了，你们治愈了我。现在的我很想要继续活着。我猜这么怕死的我，恐惧值一定不低，可以轻易被你们杀死。你真当我们治愈你是为了杀你啊？小梨子，你要好好活着，我们好不容易把你救活了，你呀，要唱更多好听的歌才算对得起我们。我唱歌，你们在恐怖游戏里能听到吗？当然，我们可以从阴灵联网翻墙到阳间的互联网，我们会一直关注着你。回去以后，你就赶紧毁掉合同和照片，做完这些，你就自由了。可我还是更想留在这里，我想和你们在一起。比起孑然一身的人间，我更想和家人待在一起。不要害怕，你回到人间不会孤独的，我们可以翻墙去给你打榜，给你助威。放心好吧，我们一天天在游戏里很无聊的，没事就会去支持你。你的歌声那么好，没有别人的暗算，你一定会收获很多粉丝，将来一定会有很多人爱你的，当然还有很多鬼。我抱住他，他冰凉的触手紧紧裹住我，那么安全，那么温暖。还有无数鬼怪站在他身后，他们向我挥手告别。方离，
要多出新歌啊！我们会翻墙看你的，别忘了，我们是你第一批死粉哦！我们会给家里人托梦的，让他们去买你的专辑，去给你打榜造势，你就放心大胆的往前走，其余交给我们。我流着泪和他们挥手告别，真舍不得离开啊！这暗无天光却又璀璨明亮的森林，鬼怪们温暖的眼神就是照亮着森林的光。逃避很容易，是他们给了我继续前行的勇气，我不会再害怕了。0点到来的那一刻，我眼前场景变换，不再是荧光烂漫的森林，而是寂静冷清的楼顶。但与7天前不同，如今的我已不再是孤身一人。我离开楼顶，去楼下的沈氏娱乐集团办公室，毁掉了所有合同和照片。过去那些束缚我的所有都不再存在。未来的璀璨星路，我自会走。我也知道他们会一直陪着我，耳边吹来冰冷又温暖的风，似乎在说：别怕呀，在下一个萤火之森相遇吧。